公司年会，我抽中了终极大奖，一辆豪华房车，而关系户绿茶同事只抽中了没人要的100吨煤炭。可他直接在台上哭闹起来，在领导的威逼利诱下，我只能无奈和他交换了奖品。没想到寒潮末日来袭，全球爆发丧尸潮，绿茶同事开着房车逃生，但因为全球能源短缺，车子半路烧光汽油，沦为废铁，最后被一群丧尸咬死。而我依靠着煤炭这个硬通货，不仅保暖得到了保障，还交换到了大量物资。但不久之后再遇变故，我被一伙暴徒趁乱洗劫物资，赶出了家门，被丧尸围攻，也死在了丧尸口中。再次睁眼，我又回到了年会宴抽奖当晚。我一扭头，发现关系户同事苏雨正用怨恨极度的眼神瞪着我，眼神里毫不掩饰的对我的恨意和愤怒。看来他也重生了。这一世他还是抽到了100吨的煤炭，但他表现得异常开心，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太失望，精神失常了。只有我知道，他是知晓了房车在末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反而煤炭才是刚需的秘密。因为上一世我就是凭借年会抽到的100吨煤炭，在公寓里吃火锅吹暖气，十分惬意。而极度疯了的苏雨告诉了一伙暴徒，我的公寓里有100万物资，暴徒们强行打开我的房门，霸占了我的公寓和物资，将我赶出门外。得知消息的苏雨恶狠狠地对我说，如果他当初选择了煤炭，那个人上人就是他，他怪我抢走了他的好运，如今重来一世，他只想选择煤炭。同事们催促我赶紧想办法安慰苏雨，而其中和苏雨有一腿的部门主管更是让我直接把豪华房车的资格和苏雨的煤炭交换，以免对苏雨打击太大，造成精神上的损伤，这样我就会沦为罪人。这一幕和前世一模一样，但和前世不同的是，苏雨立刻甩开部门主管的手，用可怜无助的语气说道，他要选择100吨煤炭。他一边说，一边眼角的余光轻蔑地瞥着我，充满了占得先机的小人得意。部门新来的实习生十分不解，他当场就问苏雨，为啥放着豪华房车不要，选一个没人要的100吨煤炭？苏雨当然不会说出他重生的事，于是他委屈巴巴地说，他没有资格享受豪华房车，他是农村来的姑娘，100吨煤炭足够他家里人这辈子冬天的供暖。听苏雨这么一说，同事们纷纷夸赞苏雨有孝心。我看着这场令人作呕的表演，心中好笑。这个煤炭虽然在末世是硬通货，但同时也是烫手山芋，只要泄露就会立马成为众矢之的。但这些就没有必要和苏雨说了。我平静地将房车的钥匙装进包里。苏雨见状发出了一声嗤笑，经过我的时候，甚至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他说我之后的好日子都会变成他的，而我只能像前世的他一样，活活被丧尸咬死，而他则会在公寓里凭借物资和煤炭的供暖，轻松度过末日。我表面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其实内心发笑。什么人上人的生活，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实力守得住。我甚至都能想象苏雨面对暴徒和丧尸时惊慌失措的神情。我拿着房车钥匙，快速地找到了属于我的房车，关上车门后，我立刻拨通了一个号码，这是前世联系我的一个房产中介，有人想买我的房子。前世的我不想出手，但现在我知道寒潮末日来临，所有的固定的针口就是暴露的目标，人群聚集处便是灾难温床，时间紧迫，我要最大限度地搞到钱。房产中介的名字叫大强，我直接开门见山，我的房子3天内能不能完成交易？电话那头非常震惊，前几天的我还态度坚决地回绝，今天怎么改口了？我告诉他我只要求速度，成交价我可以比市面上的成交价低1成。大强闻言立刻答应，我要求他3天内必须完成交易。挂了电话后，我立刻开始了第二步，我下载了市面上所有的网贷 app， 一晚上的时间就贷出了超过300万，但还不够。我利用前世的记忆，写下了3天后5000万的超级彩池的开奖号码。钱一到手，我立刻开始着手改造我的房车。我联系了全国最好的安保公司，以女性想自驾全国，但怕被变态跟踪，极度缺乏安全感为由，用10倍的价格让他们对我的房车进行改装，并要求他们在2天内完成。我把车子外壳都改装成了银行保险库的同款材质，哪怕是新车的小车都不会留下伤痕。玻璃车窗全部换成了防弹玻璃，外面又加了能通高压电的钢筋防护网，丧尸只要碰到就能瞬间化为焦炭。轮胎全部都是军用级的防爆轮胎，还加了非常粗的防滑链。车门也改成3层防爆门，每层都需要不同的密码和指纹。师傅们都对我这么大的阵仗感到不解，有的甚至怀疑我是潜逃通缉犯，但我直接甩出了成箱的现金，让他们闭上了嘴。师傅们看着漫天飞舞的现金，手上的工具都扔冒烟了。刚才还做着偷懒的师傅也立马加入了改装的队伍。改装完成后，我又采购了一套全球最先进的自循环过滤水系统和发电机，装在房车里解决水源和电力问题，并花重金请特种部队退役士兵在车顶装了大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板和蓄电池组，同时在车外装了12个监控，保证自己在车内能无死角地观察到外面的一举一动。可我又面临了新的问题，房车体积太小，难以存下海量物资，尤其是燃油问题。房车一旦没有能源，它将瞬间化为冰窖。我咬着手指，奋力思考着对策，竟然在不经意间咬破了手指。突然间，叮的一声，我的脑海中竟然响起来了一个声音：恭喜宿主解锁房车系统。我因为完成了房车改造，系统奖励了我房车无限空间功能。车的车尾出现了一空间，可以无限存取物资。我立马掏出手机，开始疯狂在不同的购物平台下单，几万桶的矿泉水、成箱的压缩饼干、泡面、自热米饭、罐头、消炎药、抗生素、绷带堆成了一座小山。我还有女性必需的卫生用品，这些量足够我在房车里安度晚年。我还跑遍了全市的加油站，用2倍的价格买空了全市的汽油。房车的能源问题也被我解决。最后我花光了剩余全部积蓄，联系到了国外的雇佣兵组织，找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防弹背心，保证自己将来面对丧尸和坏人也能有一战之力。时间来到末日前最后一天，我看着堆满物资的一空间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包裹着我。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对抗末日的资本。我开始查看起监控，房车周围一切正常，街道上还是人来人往，一片宁静祥和。正当我准备关掉监控，我发现不远处正有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正死死盯着我的房车，那眼神即便是隔着几十米，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凶狠和贪婪。我瞬间紧张起来，虽然末日还没到，可人性的险恶已经提前到来。我立马驾车离开，连夜开往郊区，但真正的危机悄然来临。
早上7点，我在房车里被一阵阵寒意冻醒，我起身查看温度计，车内温度竟然已经低至零下10摄氏度。我意识到极寒天气来了，我赶紧打开房车的空调，一股暖风扑面而来。我看向车窗外，城市已经被白雪完全覆盖。我去查看监控，因为风雪太大，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我知道这场暴雪还不会停止，气温会越来越低，人只要在外面待上几分钟，就会因失温死去。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疯狂震动，屏幕弹出一条又一条的红色预警，国家发布应急广播，禁止国民外出。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警戒，最冷地区的温度甚至到达了零下160度，比南极还要冷上4倍。还有一条更炸裂的消息，有人目击疑似丧尸般的生物，让大家千万不要轻易打开房门。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此刻我身处郊区，别说丧尸了，连人影都见不到几个。我淡定地打开电视，随手拿起一包薯片，开始看起了新闻。城市已经乱作一团，极寒天气才刚开始，就已经有不少人因为停电冻死在家中。我想起在前世，我此刻正无助地在自己家里靠着升起的煤炭苟延残喘，而这一世，我坐在提前改装好的豪华房车里，吹着26度的暖风，追着自己喜欢的剧，还利用空余时间把自己的物资按照保质期长短进行了分类。就在这时，我的绿茶同事开始疯狂给我发起了消息，见我迟迟不回应，竟直接发来视频通话。楼外是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楼内是随时可能爆发的丧尸变异。但此刻，绿茶同事苏雨正身处欧式豪宅，穿着吊带，化着精致的妆容，和我打着视频。他虚伪地问我冷不冷，我抱了抱自己，装作很冷的样子。他得意极了，并将镜头对准了他面前的餐盘，向我描述他温暖的生活。我将手机放在一边，走入自己的异空间，开始挑选今天的早餐。苏雨根本不知道，就会在几天后，全市都会断电。到那时，大家都会丧失理智，城市的犯罪率会直线飙升，他赖以生存的煤炭会成为所有人争夺的目标。苏雨见我毫无回应，瞬间变得不高兴，并挂断了电话。而我意外发现，我的异空间不仅容量超大，竟然还有保鲜功能。末世前我随手放进去的水果和生肉，竟然新鲜如初。我迫不及待煎起了牛排，几分钟后我就做完了牛排，把它端到简易餐桌上吃了起来。我一边吃一边回想起了前世被苏雨陷害的场景，我一刀插在牛排上，这一世我不会放过任何背叛我的人。吃完东西，我开始例行检查起房车内的安全工作，将所有窗户都锁好，检查了发电机，并再次查看起了监控。四周还是白茫茫一片，但多了几个被冻成冰雕的人。我遥控着摄像头观察各个死角，突然发现房车车身处竟然被做了红色标记。我连忙坐下放大了画面，是一个红色圆圈，上面写着有货。是之前改装车子的工人们留下的吗？还是前几天那个神秘人？我只能确定，我的房车，我的家，我末日赖以生存的堡垒被人盯上了。极寒末日的第一天，我就面临着生死抉择，贸然离开房车出去擦掉标记，很有可能中了埋伏被人暗算，但不去擦掉，自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权衡之下，我决定静观其变。末日之中，任何多余的举动都可能因此丧命。我猜的没错的话，之前大规模采购时我就被盯上了。我不仅囤积着大量物资，还战斗力低下，无疑是末世之中最好的猎物。接下来几天，我除了睡觉就是看监控。5天之后，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车，黑衣人下车后走路接近我的房车，他来到了房车前，开始不断敲打车门。他说自己是前几天给我送货的快递小哥，看我出手阔绰，想让我高价收他的物资。我坐在房车里不为所动，这种拙劣的谎言可见他并不高明。见我迟迟不回应，他开始暴躁起来，开始用拳头砸车门，又掏出了螺丝刀准备开锁，甚至威胁我再不开门他就联系附近的黑帮，到时候不仅是物资要没，就连我的性命都难保。车外他在奋力撞门，车内我优雅地吃着温热的小馄饨，看着他拙劣的演技不禁笑出了声。我花重金打造的防爆门，别说他的拳头，哪怕是电钻都留不下痕迹。他砸门留下的巨大声响将附近的丧尸都引了过来，他因为太上头丝毫没有停止，那丧尸直接从背后从后进去，不到几分钟他便死于丧尸之口，而丧尸也在吃饱以后离开了房车。1小时后，我从监控确认了没有异常，便打开车门下去查看情况，竟在他手机里发现了另一件惊天内幕：黑衣人盯上我的物资，并在极寒天气向我发起进攻。我依靠房车防御躲过一劫，却在他手机里发现他竟是黑帮成员，我的位置早已暴露。先前他就告诉了同伴房车的存在，并拍下了房车照片，准备发起猛攻。但因为极寒天气一天比一天猛烈，他担心物资不够瓜分，于是抢先一步进攻我的房车。我赶紧擦去房车上的标志，并把他的手机远远扔出。回到房车后，我开始思考起来，我的位置已经暴露，待在原地必然会和黑帮发生冲突，我现在得立刻离开。于是我发动房车开始向更远的郊外驶去，但没开多久，房车突然停下了，积雪太深，房车深陷雪地里。我顿时紧张起来，脑海慢慢浮现出上一世被人暗算、被丧尸围攻的场景。我立马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立刻打开手机，搜索能让房车在雪地里动起来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去改造房车的轮胎。可外面是极寒天气，随时都有可能引来丧尸，风险太大。我又接连查找了几个对策，也都被自己一一否决。我再次进入异空间，看着满墙的武器，我暗自下定决心，哪怕房车真动不了，我也做好了和当地黑帮决一死战的准备。就在我心烦意乱时，手机又突然响起，又是苏雨打过来的。我正准备伸手去挂断电话，又是熟悉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成功躲过一劫，全新功能已解锁。极寒末日，房车系统再度激活，我眼前出现了奖励框，我丝毫不犹豫选择了履带升级，顿时房车的轮胎变成了雪地履带，并且我还能自由切换它的形态。我立马跑向驾驶室，驱车前往远处，手机电话依旧响个不停，是苏雨打来的。我接起电话，他哭着询问我有没有什么保命的装备，他可以用煤炭交换。原来他的煤炭也被人盯上了，他虽然也囤积了物资，但一点
没做安保措施，有个大伙人正在砸他的大门，并且好几个还手持武器，准备随时冲进他家。我立刻拒绝，他又开始和我打感情牌，说我们在公司关系有多好，我之前还是他的师傅。可我听到这个就想笑，他刚来公司，我把他当成亲妹妹一样照顾，但他竟然半夜偷我电脑里的方案，还凭借关系户的身份倒打一耙，险些害我丢掉工作。他见我还是无动于衷，突然诡异地笑了起来。他想到了什么，走向房间大门，并朝着门外大喊。他知道有的地方有海量物资，但他只想和强者合作。最后活下来的10个人，不仅能进到屋内，还能保他衣食无忧。这时外面厮杀在了一起，苏雨恶狠狠地看向视频里的我，冷笑着说他知道我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房车是内定苏雨的，他也早就已经使用过了，肯定在之前就安装了 GPS， 而且我现在无法排查他到底装在哪了。我的位置再一次暴露了，我被上一世的死对头彻底锁定了。极寒末日，死对头苏雨拉拢了10个恶霸，准备谋划抢夺我的物资。但我并没有很担心，因为外面就是冰天雪地，普通交通工具根本寸步难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先侦查一下。我进入房车的一空间，取出了一台军用无人机，这是之前我采购军火时，对方见我转账阔绰，额外送的。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我控制无人机飞往城市，铺天盖地的血腥画面瞬间跳了出来，路上成群结队的丧尸追着人咬，还有不少丧尸围在一起，似乎是在分食人面。最可怕的是，有人为了躲过僵尸的追杀，竟然故意弄倒头发，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突然有一个丧尸好像发现了无人机，嘴角挂着血珠，身体僵硬，向无人机的方向嘶吼。我立马控制无人机离开，手心冒出了冷汗，因为上一世我就是惨死在这群丧尸的左下。我将无人机开往了苏雨家的位置，看见苏雨竟然走出了家门，他被几个壮汉围在中间，一直专注地看着手机，仿佛周围丧尸并不存在。既然这些丧尸从侧面冲出，他还没接近苏雨就被一枪毙命。看来苏雨找的这些人都不是善茬，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有一个人不知从哪推出来了一辆雪地摩托，看来这就是苏雨抢夺我物资的底牌。这时苏雨似乎也发现了无人机，他朝着无人机邪魅的一笑。我知道我和他的决战时刻马上就到了，我们2个只有一个能活。末世降临后，我遇上了第一场生死大劫。苏雨带着10个暴徒，开着6辆雪地摩托向我疾驰而来。我猛踩油门，试图甩掉他们和雪地摩托，开始了竞速。但因为积雪太厚，我好几次都差点撞上护栏。我心想，这样追逐下去风险太大，甚至可能会冲出道路，坠落悬崖。我放慢了速度，而他们也顺利逼停了我。以苏雨为首的11个人缓缓走下雪地摩托，绕着我的房车开始盘算有多少物资。他看向我的摄像头，并警告我，他们这里不仅有雇佣兵、杀手，甚至还有在逃的通缉犯，每一个都是狠角色。如果我不想死得太难看，最好赶紧打开车门。可我不会放弃房车这个移动堡垒，打开车门无疑是给自己判了死刑。见我不为所动，其中一人一手推开了苏雨，拿起铁棒就向我的车门狠狠砸去。但是巨大的反作用力震得他虎口麻烦，铁棒直接都拿不稳了。可我车门却连擦痕都没留下，他满脸的难以置信。这时另一个身材相对瘦小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观察起了我的门锁，发现是指纹锁后，他立马就汇报给身后的苏雨。苏雨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不知道在包里翻找什么，然后自信地走向车门，往指纹验证处按了下去。但我并不当一回事，指纹锁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指纹，我们非亲非故，他根本无法打开。但下一秒，指纹锁叮的一声竟然打开了。末日降临后，我第一次感到毛骨悚然，难道这一世悲剧又要重演吗？车门缓缓打开，死亡的倒计时开始了。上一世，心机同事苏雨为了陷害我，故意收集了我的指纹，没想到这一世竟然成了他毁灭我的终极杀招。原来之前上班公司一直用的都是指纹打卡，同事苏雨就是在那时采集了我的指纹，并打开了我的车门。不过好在我一共设置了3层防爆门，第2道人脸识别他怎么都无法通过。一旁的壮汉失去了耐心，他一把甩开苏雨，苏雨被弄到在地。看来他们这个团体关系也不怎么样。壮汉拿着霰弹枪射向我的车门，但是一阵硝烟之后，我的车门只是留下了浅浅的白痕。而先前手持铁棒的男人显然耐心已经耗尽，他后退几步，深吸一口气，随后疯狗似的撞向我的车门。砰的一声巨响，我在房车里竟然都能感到微微的颤动。我也明白是时候反击了，我按下了键盘上的按钮键，瞬间一股蓝色的电流包裹住了全车。还在奋力撞门的男人被电成了焦炭。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在场所有的人，苏雨更是尖叫起来。大家争先恐后的跑向雪地摩托，试图逃离这辆带电的房车，只留下愣神的壮汉和惊恐的苏雨。不过2人马上也回过神来，刚才的枪声和撞门的巨响已经引来了不少丧尸。临走前，壮汉则端起霰弹枪将我的摄像头全部击毁。他比我想象中更难对付，没了摄像头我就无法侦查外面的情况，更不敢随意打开车门去放无人机，因为巨大的丧尸潮正在向我席卷而来。尽管苏雨已经离开，但丧尸潮仍未退去，我在车内都能听到丧尸的嘶吼声。我本想开车冲出丧尸的包围，但又怕贸然行动会有丧尸卡住轮胎，到时候更是寸步难移。我不敢轻举妄动，摄像头被毁，我没办法观察四周情况，我只能按下钮打开了高压电。瞬间，车外嘶吼声和哀嚎声掺杂在一起，大约过了3分钟，声音才渐渐消失。我不敢想象刚才究竟是有多少丧尸在围攻我，不过好在现在应该是都已经解决了。接连解决2个麻烦，我紧绷的神经此刻终于舒缓下来了一点。自从被苏雨盯上，我已经1天1夜滴水未进了。现在我只想好好吃一顿犒劳自己。我从一空间里拿出了火锅底料，还选了羊肉、牛肉、毛肚等，准备大吃一顿。我一边涮着火锅，一边盘算着明天的计划。虽然丧尸已除，但倒下的丧尸已经成了天然的路障，我必须下车挪开他们，否则房车无法启动。但我无法得知周遭的具体情况，不仅害怕还有残余的丧尸，而且担心苏雨他们蛰伏在附近。因为有点心不在焉，我吃鸭血时被烫了一下。而这时我最期待的声音出现了，只听叮的一声，系统出现，恭喜宿主成功度过了生死大劫，解锁全新功能。
甚至这次的奖励比以往更丰富，我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这时我却犯起了难，这样的奖励让我无从下手。我迎来了末世里幸福的烦恼，系统奖励太过诱人，让我难以抉择。因为我同时度过了苏雨的侵略和丧尸围攻，这次奖励直接给了我3个选项，每一个我都不想错过。选项1，清理路障，可以把我周围的丧尸清空，以后也不用因为路障被迫停车。选项2，硬件升级，可以将车子的发动机等全面升级，不仅性能提升，还能解决掉苏雨留下的定位器。而最后一个选项是天眼系统，不仅能清晰看到周围的情况，还有1公里的热成像，即便是一只麻雀都能精准捕捉到。我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了天眼，因为路障只要周围无人，我自己就能解决。而苏雨因为刚发起猛攻，短期内我估计也不会轻易向我发难，天眼系统才是当下我最需要的。同时我也渐渐摸清了系统的原理，它似乎是按危险程度给我发放奖励。第一次是我手破皮，所以只有1个选项。第2次解决了黑衣人，虽然也是3个奖励，但有2个是未知的。而第3次是解决了2个大麻烦，就给了我3个明确的选择。我选择完奖励，查看起了房车周围的情况，果然还有零星4、5只丧尸，而剩余的丧尸依靠我的军火库应该能轻松应对。庆幸的是，苏雨等人已经离开了我的房车附近，我决定今天先休整一番，等明早再去处理路障。我沉沉的睡去，可我不知道第2天我将面对比苏雨更棘手的黑恶势力。我用天眼系统扫描了房车周围，半径1公里的所有生物都尽收眼底，甚至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放过。确认周围没有丧尸后，我走出房车，开始清扫起丧尸的身体，然后又将无人机放了出去。我操控无人机开始对附近情况例行巡查，我准备建立一个安全区域标，记录出哪里安全，哪里是绝对的禁区。突然我看到远处冒起了烟，我立刻调整无人机高度，向那飞了过去。只见屋子里一个男人浑身是血躺在地上，一个女人和男孩被堵住了嘴巴，被一起绑在了床边。旁边是5、6个手持钢管和砍刀的壮汉，那些壮汉动作整齐熟练，将搜刮出来的泡面、矿泉水装进巨大的登山包，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一点犹豫和怜悯，应该是某个训练有素的组织。他们的抢劫行动仿佛已经操练过几百遍，看来这个暴力团伙比苏雨临时搭建的团队更专业，也更凶残。他们似乎是在系统性的清扫城市的住户，强行收缴物资。我虽然和他们还仍有一定距离，但面对这样的对手，一旦被盯上，那无疑又是一场浩劫。果然，这个训练有素的团体也发现了无人机的存在，但他们并不在意，看来是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我猛地想起，他们可能就是之前偷袭我的黑衣人的组织成员，我早就是他们狩猎的目标之一了。看来这场末日的狩猎游戏才刚刚揭开序幕。无人机侦察到的暴力团伙成了我近期最头疼的麻烦。他和苏雨的团队完全不同，不仅行动高效有纪律，而且还有周密的计划。我因为还不确定他们是否和苏雨一样能掌握我的确切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毕竟房车的目标太大，在末日中驾驶它还是太招摇了。我决定在他们采取下一步行动前静观其变，同时继续用无人机监视他们的举动。在接下来几天里，这个团伙仍旧有条不紊地行动着，不少楼道都被他们清空了，并且方法也和之前一样，先是暴力破门，然后进屋抢夺物资，并且事后不会留下一个活口，防止对方报复。他们正系统性的清扫这片区域，一楼楼一栋栋的蚕食着，估计不久之后也会盯上我。我必须拿到他们更多的资料，具体人数、行动规律以及他们的据点。但是这个组织反侦查意识极强，一连几天我都没有收获，他们也毫不在意我的窥伺，似乎对这一切早有打算。我收回了无人机，来到我的异空间。虽然我买了不少武器，但我之前从未动用过，我觉得是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它们了。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因为没人能想到这群亡命之徒会有什么疯狂的举动。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监视着他们，一边在异空间里研究枪械的使用方法。这天我如往常一般正在吃着早餐，突然车门那传来敲门声，这个时候会是谁？难道又有新的敌人来袭了吗？没想到在和犯罪团伙开战之前，眼下又出现了新的变故。我的车门正在被人急速拍打，我赶紧查看天眼系统，发现车外竟然是苏雨之前进攻我时那个用猎枪的暴徒。他一手敲着车门，一手拽着木绳，木绳的另一头正是双手被紧绑的苏雨。此刻他正满脸伤痕地坐在雪地里。暴徒换上一副极其虚伪且谄媚的嘴脸，他说自己之前是受到了苏雨的蛊惑，求我打开车门，只要给一口吃的，他愿意做我的贴身保镖。见我没有回应，他说知道我和苏雨关系不好，特地把苏雨绑来任我处置。我依旧沉默，时间1分1秒的过去，暴徒的耐心彻底被耗尽，之前假惺惺的表情彻底收起。他掏出猎枪，开始疯狂扫射我的车门。他不断咒骂我，我仍然没有回应。我冷漠的态度似乎再度激怒了他。他说很好，既然我不愿意平分物资，那就干脆鱼死网破。他抢过苏雨的手机，告诉我他马上就会把我房车的地址公布出去，并且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房车里至少藏着上百万的物资储备，到时候我将成为末世最大的肥肉。但地上的苏雨愈发惊恐，他知道一旦把我的位置公布，在房车外没有丝毫掩护的他们肯定会被赶到的人先一步撕碎。而且刚才他发泄式的开枪早就引来了附近的丧尸，苏雨急得大哭起来。而这时我脑海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接下来我说的话震惊了车外的2人。苏雨突袭我失败之后回到住所，这个临时的团队就发生了内讧。起初因为物资充裕，矛盾还没有加剧，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储存的物资不足以支撑10个人的消耗，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苏雨。如果不是他没有事先调查清楚，他们也不会贸然行动，自然也不会有人在那次行动中丧命。渐渐他们的团体分成了2股势力，最终演变成了血拼。而苏雨和暴徒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却被赢得胜利的那一方赶了出来。虽然他俩也尝试过去抢夺别人的物资，但是一男一女的力量着实有限，渐渐2人也产生了隔阂，这才有了现在暴徒绑架苏雨来投奔我的这一幕。我给车外的2人2个选择，一是大家同归于尽，二是让2人跟随我的指引住到城郊边上的仓库内，我每天会给他们最低限度的食物，维持他们的生活。2人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瞬间喜悦和贪婪浮现在他们脸上，1秒都没迟疑，
疑，两人果断选择了后者。同时，他们也更确信我极度害怕位置暴露，我房车的定位就是我最大的命脉。但其实他们猜错了，我是准备把他们当作对付那些犯罪团伙的武器之一。毕竟在弱肉强食的末世，如果只靠分一点食物就能多一分胜算，那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会亏。我通过天眼系统发现附近的丧尸正在慢慢靠近我的房车，我催促他们赶快离开。两人毫不迟疑地驾驶雪地摩托远去。接下来的日子，我还得做更多的筹备，因为末日的交锋远没有结束。苏雨和暴徒死死地盯着空荡荡的仓库，眼里满是绝望和不甘。我给他们准备的这个新家，空气中散发着尘土味，到处都积灰，一看就知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在这里别说常住了，光是一个取暖问题都很难解决。而苏雨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绳子，他站在空荡荡的仓库中间，环顾四周，全程没有说话。另一边的暴徒像是脱力似的靠着墙坐下了，而我驾驶无人机给郊区仓库的两人送去物资。无人机上挂着一瓶水和一袋压缩饼干。见到无人机飞来，暴徒兴奋地上去迎接，但当他看到竟然只有这点物资，他的表情从欣喜变成了愤怒。他对着无人机大声斥责我的小气。另一边的我看着他的样子，只觉得好笑。我立马遥控无人机返航。苏雨见状，立马扑向无人机，取下了水和饼干。他很明白这是末日，挑三拣四，只有被饿死这一个结局。暴徒看到苏雨拿到了物资，顿时也红了眼。他发疯似的抢过了苏雨手中的压缩饼干，打开包装便狼吞虎咽起来，其中好几次都被呛到直咳嗽。而一边的苏雨只是在那默默喝着水，还是在观察着周围。就在这时，暴徒走向苏雨，两个人偷偷说着悄悄话，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无人机是之前改装过的，声音效果不亚于一流的窃听设备。只听苏雨向暴徒说，现在我的防备心重，等取得了我的信任，顺利进入房车，那么水物资全部都是他们的了。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才是真正的猎物。末世的夜晚总是格外寒冷，苏雨两人正蜷缩在仓库的角落，全身不停颤抖，阵阵寒风像是要将人撕裂一般。他们的心思早就已经不再夺取我的房车上了，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取暖问题。而此刻房车内的我正身穿冰丝睡衣，惬意地吃着雪糕，并将空调调至28度。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末日房车系统的一空间。我在末世之前就囤积了包括燃料在内的大量物资，我丝毫不用考虑电的问题。除了活动范围有限，这个房车能满足我几乎所有需求。我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关注着最近的新闻，很多媒体都已经消失不见，就只有零零散散的小道消息。有人说目击了2次变异的丧尸，有人预测天气即将回暖，但真正有效的信息少之又少。我也失去了耐心，不一会就沉沉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做着早餐，我心血来潮自制了一份三明治。我吃着吃着，突然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我放下三明治，从异空间里找到了一桶自热火锅。在末世，不少人为了它，甚至愿意和别人拼个你死我活，但我依然毫不犹豫地挂在了无人机上，同时还放上了一瓶水和压缩饼干。我打开房车门，驾驶着无人机向苏雨所在的仓库飞去。这既是我对两人人性的测验，也是我计划的第一步。如果成功，我将从内部瓦解他们。这一场进化的实验开始了。从古至今，兵不血刃的驱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手段。因为我给苏雨两人提供了食物，所以他们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取暖，并长期依附在我房车周围，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怎么侵略我。同时，我又用一桶自热火锅成功挑起了两人的矛盾。当无人机抵达仓库时，只见两人嘴唇已经被冻到发紫，非常虚弱地缩在墙角。但当两人看到无人机上挂着的东西时，顿时流露出贪婪的表情。两个人同时起身，发疯似的跑向无人机。但显然，暴徒的体内更胜一筹，他像一头猛虎似的扑倒了无人机，死死将自热火锅护在身下。但是昨天还唯唯诺诺的苏雨，竟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直接撞向了暴徒，暴徒被撞得连滚了3下，他瞬间被激怒，直接一巴掌把苏雨打倒在地。要是以前，苏雨肯定就退缩了，可今天反而激发了他的凶性，他直接张嘴狠狠咬向暴徒手臂。暴徒在剧痛下松开了护着自热火锅的手，苏雨瞅准时机，一把抢过自热火锅。可他的喜悦还没超过3秒，他便被暴徒一脚踹开。力量上的巨大差距让他也失去了斗志，只能眼睁睁看着暴徒去独享这份美食，而他躺在地上，不甘的泪水从脸上滑落。不过他也迅速调整好心态，知趣的拿起水和压缩饼干，毕竟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可我今天要给他们的惊喜还远远不止这一个。两人被我接下来的一番话彻底惊呆了。达成合作的第一天，我不仅无偿给他们的食物进行了升级，还愿意帮他们解决现在最大的烦恼。我告诉了两人，在前方有一片伐木林，他们可以去那砍柴来确保供暖，并且我还能送给他们2柄利斧，帮助他们提高伐木效率。我突如其来的好意果然引起了苏雨的怀疑，他察觉到了异样，可又不知我的目的。我就借口他们握有我的把柄，如果他俩死了，我也会很麻烦，搪塞了过去。就这样，他们跟随着无人机的指引，来到了伐木林。两人开始兴奋地砍起了树，不过两人明显就没什么经验。1小时过去了，也只留下了浅浅的口子。其实我没告诉他们，再往前5公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木材厂，那边有大量现成的木材，同时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失去思考的能力，这样更方便我实施后续的计划。就在他们辛勤劳作的同时，房车内的我也在烦恼着今天中午应该吃什么。一空间内琳琅满目的食材让我挑花了眼。思考一番后，我决定自己动手包饺子，毕竟没有什么比在冬天吃一顿饺子更合适了。我便一边吃着饺子，一边欣赏着两人辛勤劳作的样子。我默默盘算着，大概1周时间，我的下一步计划就能正式启动了。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还需要一点刺激，我必须要让两人对彼此彻底埋下恩怨的种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我的安全。于是我再一次走进我的异空间，从里面取出了我的制胜法宝。在接下来的3天，我的无人机都不停地向苏雨两人运送着各种食物，泡面、罐头、酸辣粉，当然数量都只有1个。苏雨永远是那个吃压缩饼干、喝矿泉水的人。今天我决定再做出一点改变，
我把矿泉水换成了牛奶，暴徒看到更是欣喜若狂，直接一把抢过牛奶和上面的黄桃罐头。苏雨见状直接发出怒吼，指责他抢了自己应有的食物，但暴徒丝毫不理会，只是淡定的用手指向了猎枪的方向。苏雨彻底怒了，他攥紧拳头冲向暴徒，准备和他殊死一搏，但暴徒只是恶狠狠地向苏雨瞪了一眼，他的直觉告诉他最好就此作罢。苏雨懊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这一切本来都该属于他，因为掌握我房车信息的人是他而不是暴徒，可现在只能看着别人窃取自己的胜利果实。时间转眼来到了中午，我在房车里煎着牛排，牛排在锅内滋滋作响，浓郁的肉香弥漫在房车内，这既是我的午餐，也是我今天的制胜法宝。我将一块牛排挂在无人机上，并用锡纸包裹住，并且还贴心地将水灌成一小瓶红酒。当无人机来到仓库的那一刻，两个人都被肉香吸引住。暴徒迫不及待取下锡纸，看见里面那块有雪花斑纹里的牛排，激动地哭了出来。他甚至直接跪倒在了无人机前，虔诚地取下那瓶红酒。我相信这一晚是他在末日后最幸福的一天。而另一边的苏雨怔怔地看着这一切，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真的快把他逼疯了。时机已经成熟了，苏雨终于跌入了我给他精心策划的陷阱之中。一边是狼吞虎咽享受佳肴美酒的暴徒，另一边是食不果腹甚至一天都没喝到一滴水的苏雨。现实的巨大落差将他的心灵防线彻底击溃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见苏雨正死死盯着无人机，看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于是我驾驶无人机慢慢飞到仓库外面，苏雨也顺势跟了上来。沉浸在美味中的暴徒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切。我通过无人机告诉苏雨，我需要他成为我的间谍，观察暴徒的动态，以及告诉我其余几人的信息，并帮我暗中搜集一些末日所需的资料。而我会在合作期间每天往他的压缩饼干内偷偷塞一些食物，比如巧克力、坚果，甚至我还可以根据他的表现提供和暴徒的同等食物。苏雨是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同时也是个聪明人，他了解我这样做的用意，因为给他的食物再好，他也没有能力抢夺暴徒，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他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当然我知道这个合作肯定只是暂时的，苏雨是那种为了达成目的隐忍很久的人。这次谈判我完全没有谈到关于房车定位的事，因为我和苏雨都知道这是他最大的底牌，没了定位就等于失去了对我的掌控力，到时候别说改善生活，就连最基础的压缩饼干都无法保证。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合作，我也开始享受起了牛排，这是我精选的上等牛肉，肉质鲜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不仅肉质丰盈，还带着丝丝甜味。吃完饭后，我查看起之前标记过的地图，我的下一步计划正式开启了。我用几块巧克力和几片面包的代价，成功让苏雨暂时归顺于我。通过这几天刻意的制造矛盾，苏雨两人已经从合作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我让他一直暗中帮我监视暴徒的动态，发现问题就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并和他承诺，如果他能顺利干掉暴徒，那么以后泡面、牛奶甚至牛肉等物资都将成为他的。同时，我还让他交代出了先前他团队其他人的情况，构成相当复杂，有黑道大哥，有监狱囚犯，还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偷渡客。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备有案底，并且心狠手辣。我决定这些麻烦一个个处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量摸清城里的那个团伙的人员构成和他们的作息规律，情报越多我才越有把握。我准备接下来几日让苏雨和暴徒一起去城里收集物资，当然更重要的是搜集情报。我把苏雨两人近日份的物资顺利送到仓库后，决定再好好检查一下我的武器库。我刚跨入一空间，一道令我欣喜的声音终于响起了：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笼络苏雨。任务奖励空间升级。我迫不及待查看其奖励，这次奖励竟然是改造一空间。只见屏幕上给了我非常多的选项：卫生间、淋浴室、卧室、厨房、餐厅，甚至还有健身房。看来系统这次是要帮我改善生活条件，可是每一个都很让我心动。一番思索后，我果断做出了选择。末世降临后，我可能是第一个能体验这种生活的人。我的房车系统给我发放了奖励，而我果断选择了淋浴室。自从末世降临后，我别说洗热水澡了，就连日常的洗漱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每天只有出了汗才能简单擦拭身体。我渴望洗个热水澡已经很久了。随着我的选择落下，只见一空间里突然多出一扇门。我推门进去，里面不仅有淋浴房，竟然还有个大浴缸。我真的兴奋极了，赶紧换下衣服，开始泡起了热水澡。外面是冰天雪地的极寒天气，而我正舒舒服服躺在浴缸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这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我正身处末世，洗完澡后我顿感轻松了不少，思路也越发清晰。我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观察着苏雨两人今日的状况。我决定提前开始行动。两人回到仓库后，我照常给他们发放了物资，但是物资变成了2盒压缩饼干和2瓶水。早已被我惯坏的暴徒对着无人机发泄着不满，我只能装作委屈地说，因为突然多了2人份的食物，我的物资可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尤其是能源问题，我的房车已经快没油了。不过好在最近我每天都观察城市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他们附近物资的确切位置，而他们只需要为我带来1桶油即可。当然，这些只是我卖惨的说辞。我之前买空了全市的加油站，房车的能源是永远不可能枯竭的，这是为了让他们能行动的借口罢了。暴徒和苏雨商量一番后，同意了我的方案，准备明早就出发。我的计划终于真正迈出了第一步。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给苏雨两人部署了下一个计划。我告诉他们，根据我无人机观察几天的盯梢，找到了一个有大量物资的居所，只要2人能成功，他们1年将吃喝不愁。而我需要的报酬仅仅是2桶燃料。苏雨立刻就出发了。与此同时，我开始监视起那个犯罪组织的动向。我要让苏雨和他们正面交锋。大概过了2个小时，2人顺利抵达城市。我指挥他们躲在楼道，
伺机而动。随着我的一声令下，两人迅速上楼。暴徒来到门前也不多废话，直接一枪打坏了门锁，然后用力一脚踢开了门。眼前堆积如山的物资顿时让两人眼冒金光，他们迅速往包里塞物资。就在这时，先前巨大的枪响把犯罪团伙吸引了过来，6个人迅速赶回了据点。他们看到苏雨两人没有一丝迟疑，其中一人就扑上去和暴徒扭打到了一起，而苏雨也不多废话，直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电棍准备迎战。其中一人一时没反应过来，直接结实挨上了电棍，抽出了几下之后顺势倒了下去。另一边组织成员正死掐着暴徒的脖子，而暴徒显然在力量上更胜一筹，直接将他掀翻在地，瞬间解决两人，让犯罪团伙警戒了起来。他们一边掏出对讲机请求支援，同时也纷纷亮出了武器。有枪的原来不止暴徒，随着又一声枪响，暴徒击毙了一人，但同时也露出了破绽。随着砰的一声，暴徒也倒在了血泊中。我的心腹大患，被解决了一个。苏雨两人和犯罪团伙正面交锋，仅仅一会就有4个人殒命，而现在就只剩下苏雨一人。我本以为我和苏雨的恩怨会在今天结束，没想到他竟然也拿出了一把手枪，仅仅一瞬间就击毙了两人。我突然想起来，末日降临之前，苏雨曾是气枪爱好者，他的射击技术甚至有国家队的水平。不过片刻后，犯罪团伙剩余的成员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他们将苏雨团围住。我相信这次苏雨必死无疑。我收回了无人机，没有再理会接下来的发展。我坐在驾驶室里，长舒一口气，心里想着，终于解决了苏雨，之后只需要安心对付犯罪组织即可。知道我位置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不会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松弛下来的我，一股饥饿感瞬间袭来。我来到一空间，开始挑选起今天的食材。经过1小时的忙碌，一锅红酒炖牛肉新鲜出炉，散发阵阵浓郁的肉香。我一边吃一边用手机翻看着新闻，突然一条信息让我瞬间汗毛直立。原来末日降临后，受到影响的不止人类，有不少动物也产生了异变。就在这段时间，有不少人拍到了他们的身影，大到狗熊、老虎，小到昆虫、老鼠，并且动物的进化完成度更高，威胁也更大。就在我担忧未来该如何应对时，另一边的犯罪团伙正在庆祝新成员的加入，而这个人竟然是。末世突发异变，短短数月又产生了新的变故，不少动物都发生了异变，攻击力和威胁性几何度的增长。这一切顿时让我感到了左右为难。如果靠近城市，就会被丧尸围攻，还要对付城市里的犯罪组织；可身处郊外，这里是动物的天堂，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噩耗还不止这一个，我照例用无人机在城市上空巡查，突然发现一个熟悉身影，我立刻操控无人机追了上去，然而却在一个拐角中丢了目标。我隐隐有些不安，而我顾虑没有错，苏雨竟然没有死。我当时没有确认他是否阵亡，就早早撤离了无人机。然而苏雨向犯罪团伙提出了合作，他把我全部的情报都告知了他们，他甚至还找到了我末世前的购物清单，告诉他们我房车内竟有高达上亿的物资。事后他也仅需一点报酬，并且房车的构造和攻击方式也可以完全透露给对方。原先想借犯罪团伙的手除掉苏雨，没想到他们竟然悄悄达成了合作。我最棘手的2个麻烦竟然准备联手，而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此刻我只想逃离这个充满危机的地方。我发动了房车，开始往城市的反方向逃离。可过了一会，我的天眼系统告诉我，正有不明生物向我这边靠近，并且速度极快。我放大一看，竟然是一头异变的野猪向我盘旋而来，并结实实地撞上了我的房车。我立刻发起反攻，打开了电网系统，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异变的野猪正向我发起猛攻，远处还有越来越多的丧尸向我这边聚集而来，而我引以为傲的保命手段竟然在此刻失效了。我的电网系统对于野猪来说竟然毫无用处，并且它冲撞的力度越来越大。我在房车内有明显震感，而且它的声音还把周围的丧尸吸引了过来。我猛踩油门，希望能甩掉野猪，没想到它竟能再次加速，并且这一次攻击让我的房车失去了控制，险些撞到一棵树上。我意识到不能再跑了，我必须赶紧解决掉它。虽然现在走出房车非常危险，但是任由它攻击下去将会有更大的麻烦。我迅速来到了一空间的武器库，我拿起一把威力巨大的机枪，同时给自己选了一件防弹背心。我一切准备就绪后，我瞥见了前一晚吃剩下的牛肉，我把它装进袋中，趁着野猪在攻击另一侧，打开了车门，并用力将袋子甩向远处。肉香瞬间吸引了野猪的注意，它立刻跑去开始吃了起来。我也趁机架起了机枪向它扫射而去。野猪受到了机枪攻击，竟然也没有倒下。我的行为激怒了它，它扭头向我冲刺而来，我害怕极了，继续加大了火力输出。就在它离我还有几米距离的时候，它终于倒了下去。我也吓得瘫坐了下来。危机还并未结束，眼下还有许多丧尸需要解决。就在这时，系统奖励弹了出来，但这一次的奖励让我头一回感到了失望。解决了异变生物，但是房车系统竟然奖励了我一套音响系统。或是谁有心情去听歌？我懊恼地收下了奖励，返回了房车，并像之前那样利用电网系统解决了后续的丧尸潮。解决完丧尸潮，我已精疲力尽，我决定明天再下车去挪开丧尸。然而这个举动又给我留下了隐患。第二天醒来，我便发现我的房车正下方被铺满了柴火和稻草，而且前面还有巨大的尖刺路障，10多个犯罪团伙将我房车团围住，其中一人还戴着诡异面具，令人毛骨悚然。我瞬间反应过来，他们是想把我活活烧死，但是现在外面温度已经突破-100度，连打火机都点不着。难道他们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吗？就在我思考的时候，犯罪团伙和先前的敌人一样，也是派了代表来和我谈判。我当然不会理会，不过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电网系统的存在，没有人贸然靠近房车。就在我以为他们会撤离的时候，突然有一人带着阴森森的笑容向我的房车走来，他在包里掏出了什么东西。我仔细一看，竟然是军用燃烧块。这种燃料不仅温度极高，而且极寒天气也能使用，是燃烧弹常见的材料。燃烧块马上就燃起了熊熊烈火，同时了点燃他们实现准备的稻草。
和柴火。我的房车并没有防火系统，我房车内的温度开始飙升，他们计划的缜密令我陷入了绝望。而下一秒，更让我崩溃的事发生了，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缓缓摘下了面具，竟然是苏雨。原来那天他不但没死，反而找到了新的靠山。车内是不断飙升的高温，车外是全副武装的犯罪团伙，苏雨把我逼入了绝境。苏雨依靠新的团队再次把我拖向死亡的深渊。如果待在车内，不断提高的温度会让我脱水昏迷，但假如离开房车，外面又是装备精良的犯罪组织，哪怕我有防弹背心和更先进的武器，也只要片刻，我就会被他们射杀。车内温度越来越高，我的意识也渐渐模糊。就在我难以忍受，想要开门投降的时候，我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打开了前几天房车系统升级的音响系统，播放起了音乐，并将音量调至最大。寂静的郊外，这样的声音犹如一颗炸弹炸裂开来。车外的苏雨见到这一幕，忍不住的讥讽我。他说我这是在给自己放哀乐，并催促我赶紧投降，放弃抵抗，走出房车。犯罪团伙的几人见到这一幕，也纷纷大笑起来。但此刻我并没有理会，我看着天眼系统里越来越多的生物向房车聚拢，于是下定了决心。我走进了异空间，拿起了一块新鲜的和牛，准备等下又开变异生物。又从武器库选了防弹背心和头盔，并挑选了一把趁手的枪，准备殊死一搏。而车外的犯罪团伙也反应过来，我是准备引诱丧尸过来和他们同归于尽，但他们丝毫没有慌张，毕竟他们手握武器，普通的丧尸根本不是对手。果然，丧尸潮还没接近房车，就已经被他们轻松解决。突然，一声尖利的叫声仿佛撕破了天空，我意识到时机已到，我关闭了音乐，缓缓走向车门，战局再次迎来了变化。我正准备打开车门出去血拼，一声刺耳的叫声打断了我。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变异的老鹰，它犹如一颗精准的子弹，瞬间俯冲下来，向犯罪团伙冲去。只是瞬间，就有一人被它击杀，而且它的速度极快，根本很难瞄准。几个人除了胡乱开枪，就只能任由它攻击。而且老鹰因为变异，羽毛也像钢片一样，哪怕仅仅是被它的翅膀擦过，身上也会留下一道血口子。犯罪团伙好几个人都遍体鳞伤了。在他们分神之际，丧尸也离房车越来越近，训练有素的队伍终于开始乱了阵脚，局势瞬间反转。苏雨见情况不妙，开始往雪地摩托的方向跑去，可因为过于慌乱，他险些被丧尸扑倒。其余幸存的几人也反应过来，开始边打边撤，而变异生物依旧紧追不舍。最终，犯罪团伙只剩下了3个人，和苏雨一起仓皇逃离。而且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房车外的寒风越刮越大，竟然将房车底部的大火吹灭了。我打开了房车的空调，调节至冷风，房车开始迅速降温。在极寒末日还吹冷空调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剩下的我只需要清理完剩余的丧尸，然后默默等待老鹰飞走即可。万万没想到，先前以为最无用的奖励，竟然能在关键时刻救我一命。我心里想着，这次度过了这么大的灾难，肯定会有非常丰富的奖励。就在这时，系统奖励弹了出来，奖励竟然翻倍了。在异变生物的帮助下，我顺利躲过了一劫。房车系统竟然又再度升级，直接给我弹出了奖励。只见我的面前显示出2个面板，左边是房车自我修复功能，只要房车没受到毁灭性打击，那么它就会慢慢自动修复破损的地方。刚才被大火焚烧的车盘底部，现在也已经崭新如初。右边的面板是一个解锁提示，我点进去一看，我意外解锁了异空间的田园系统。我迫不及待走进异空间，发现浴室门边上又多了一扇木质的大门。我打开了它，一阵刺眼的白光闪过。等我再次睁眼，竟然来到了一片菜地。只见天空中高挂着一轮太阳，前面是大约1亩的菜地。我激动地捧起一头土，闻着上面泥土的气息，我激动极了。我突然想到，土豆是块茎生物，而且生长速度很快。我的异空间里刚好还储存了不少，我决定就拿土豆来做实验，只要能成功，哪怕将来物资耗尽，我也能依靠田园系统自给自足。做完这一切，我返回了我的房车之中。今天虽然经历了9死1生，但是好在结局非常圆满，不仅升级了异空间，我的房车系统也更完善了。感觉以后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也有了战斗的资本，所以我决定今天好好犒劳一下。我久违的吃了水果，然后泡了个热水澡，接着便开始用手机刷着新闻。因为今天的事让我意识到，末世中比武器更强的武器就是情报，掌握越多资讯就越有利。就在这时，一条讯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苏雨和犯罪团伙进攻我的房车3天后，我终于将房车周围的丧尸和路障陷阱清理干净了。我决定今天驾驶房车远离这里，因为这段时间接连的战斗发出的声音，让越来越多的丧尸和变异生物向这边聚集。我必须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同时，昨晚还有一条讯息让我十分在意，就是有人做出了变异生物的图鉴，他把变异生物按危险程度从 F 级开始进行了排序。F 级是威胁最小的，比如蚂蚁、麻雀这些。B 级就是普通人难以应对的生物，比如那天的野猪。而昨天的老鹰，它是 A 级生物，哪怕数个装备精良的人都难以招架。至于 S 级是老虎、猎豹、黑熊等大型捕食者，只要遇见了，基本就只能放弃抵抗了。但最让我在意的是 S 级之上还有没解锁的 SS 级和 SSS 级，究竟是什么样强大的生物会比他们更可怕？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这2天利用无人机已经探查了周边情况，并标记了几处安全点。我决定今天就驱车前往。而另一边，因为这次行动失利，犯罪团伙死伤惨重，还折损了枪支、弹药等大量物资。他们将这一切损失都算到了我头上。苏雨更是当众立下毒誓，必须要让我付出血的代价。我必须尽快找到苏雨偷装的定位系统，否则我将面对苏雨永无止境的骚扰和报复。现在的我必须与时间赛跑，在苏雨他们的第2轮进攻前摆脱苏雨的监视。为了远离危险，我连夜驱车前往标记的安全区。抵达目的地后，我简单吃了一顿饭，就来到了我异空间的田园区。我惊奇地发现，昨天种下去的土豆，今天竟然已经冒出了嫩芽。果然，这片田园也拥有特殊的加成，只要是在这里种下的植物，它的成长速度会更快。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异空间的储物室，开始寻找可以播种的种子。我竟意外找到了一大袋种子，看来是之前找农户大规模采购物资时，农户随手送我的。没想到派上了大用场，看着里面
面颜色各异的种子，估计是混杂着各种农作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1天的时间全部播种了下去，然后回到房车内，我泡了一个热水澡，并复盘着最近这几天的遭遇。我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苏雨的定位，还有房车目前最大的缺陷就是房车只能被动防御，电网系统仅在个别时候有效，我急需找到能主动进攻的方法。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先搞定苏雨的 GPS。其实我早在末日降临前就已经彻底检查过一遍房车，但没有任何线索，看来它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发动机附近。之前我因为怕破坏房车，一直没办法去检查。不过现在房车有了自我修复功能，无论我鉴定成什么样，它都能恢复原样。于是我直接砸开了发动机，果然找到了一块小芯片，这意味着我从这一刻将摆脱苏雨的追踪，而且我又有了一个计划，我决定给苏雨送上一份末日的大礼。解除了苏雨的 GPS， 我在末世终于不会再轻易暴露位置，我心中充满了安全感。当然，我不会轻易放过苏雨。自从末世降临，他就一直想置我于死地。但是这次我决定先发制人，我将 GPS 绑在了无人机上，往森林方向飞去。我把它放在了森林深处，如果苏雨贸然前往，那密林中的变异野兽必会将它撕碎。处理完这一切，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打开了房车音响系统，放起了悠扬的音乐，一边听歌一边在异空间挑选食材。因为之前不知道房车竟然有保鲜功能，我储存的海鲜并不多，但是今天为了庆祝，我还是决定奢侈一把。我选了海参、鲍鱼和1只澳龙虾配菜。今天我决定做豪华版海鲜面，我如愿尝到了这份末世中不可多得的美味。我心里也盘算着，如果异空间的田园系统真能种植成功，那么以后我不但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甚至还能有源源不断的水果。以后我每天的工作除了例行检查外，就是去田园务农。我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也没有落下，我每天还是高强度关注着外面世界的动向。现在外面的民间势力大致分成3种，一种是犯罪组织这类团伙，一种是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的雇佣兵，还有一种就是幸存者自发组织的互助阵营。普通人不管面对哪种势力都没有招架的能力。就在这时，手机弹出提示，竟然还有第4种更强大的势力。我正想点进去查看，却发现这条信息并不简单。世界的格局在末日的影响下已经完全改变，我做梦都没想到这类群体竟然能在末世中称霸一方。我怀着好奇的心态打开了第4种势力的资料，出现的竟然是一个叫暗月马戏团的名字。原来这个马戏团的动物因为受到极寒天气影响都发生了异变，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还能听从人类的指挥。这个马戏团里不仅有老鹰、大象，甚至还有老虎、狮子、黑熊这类进攻性极强的食肉动物。马戏团的成员依靠强大的变异生物军团，现在已经彻底占领了记事。记事离我还有几百里的距离，应该暂时对我构不成威胁。不过这个信息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假如异变生物是能被驯化的，那我是不是也能有自己的专属宠物？但是这个想法马上被我否决了。自从经历了老鹰和野猪的攻击，我对这类生物早已心生畏惧，别说驯服了，我都不敢靠近。看完最近的咨询，我又来到异空间田园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果然不出我所料，即便我没有施肥，这里作物的生长速度也远比现实中更快，好多作物已经开始发芽了。我通过网络辨认着作物的种类，结果让我喜出望外，这些种子竟多半是水果，有葡萄、西瓜、苹果等等多达20种水果。我即将在末世实现水果自由，我开心地给作物浇着水，这份喜悦让我淡忘了潜藏在暗处的杀机。殊不知这份疏忽又将给我带来巨大的隐患。自从拆除了苏雨的 GPS， 我的日子前所未有的安逸，除了偶尔会有几只丧尸袭击，一整天下来都是风平浪静。我也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研究我的田园系统，生活也逐渐步入了正轨。白天打理我的田园，下午用无人机探查周围情况，剩余的时间我都用在了提高生活品质上。之前由于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对抗苏雨这群人身上，大部分时候吃的都是泡面，但这2天我陆续尝试做了几道新菜：炖鸡汤、可乐鸡翅、红烧肉，让人完全想象不到我生活在零下80度的极寒末日。我也没有完全松懈下来，之前网上搜到的暗月马戏团就让我十分在意。之前已经见识过 A 级变异生物的厉害了，我很难想象 S 级生物究竟会多可怕。我必须尽快找出能在房车内进攻的手段。我走进了我的武器库，看着陈列整齐的各式武器，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虽然我的武器库里有大量顶尖装备，但它们有致命缺陷，都需要我脱离房车去战斗。可我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可能放弃这个堡垒去直面敌人的。就在我思考之际，我突然脑袋里涌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每次房车的奖励都是和我解决危机绑定的，那是不是只要我能再次解决危机，我的房车系统就又能升级？说不定里面就有进攻方面的系统，可主动把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这完全不符合我准备末世一狗到底的态度。我望着一满仓库的装备，开始陷入纠结之中。我清点着武器库的装备：手枪、步枪、机枪、榴弹、定时炸弹。尽管它们火力强大，但从末日降临后，它们几乎没怎么发挥过作用。我叹了一口气，走出了武器库。突然，熟悉的系统声音响起。恭喜主人成功清理丧尸500只，任务进度已达100%。请问主人是否开启奖励？这突如其来的奖励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之前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支线任务，不知道到底是哪冒出来的。就在我困惑的时候，我瞥见系统面板右下角有一个黄色感叹号，我点了进去，并立刻确认完成任务。一阵刺眼的白光闪过，我心中升起强烈的预感，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能弥补我在房车内没有进攻手段的问题。系统声音响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房车玻璃全面升级，单向玻璃已开启。我认真阅读单向玻璃的介绍，原来这种玻璃不仅强度和硬度是钢
化玻璃的10倍，而且它还有神奇的功能，就如同单面镜，里面能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它只能从内部发起进攻。我迫不及待尝试起来，我将手枪抵在玻璃上，随着一声枪响，子弹也成功射了出去，玻璃上并没有任何痕迹。我又去房车外面进行了测试，哪怕我用机枪扫射，玻璃上也没留下一丝擦痕。我兴奋极了，我的移动堡垒终于再次升级成移动的装甲战车，而我的战车马上就迎来了它第一次的战斗，完成了丧尸清理任务。我意外解锁了房车进攻系统，为了摸清单向玻璃的原理，我用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手枪穿过玻璃的瞬间，在电脑上用1000倍慢速播放。我意外发现，在子弹接触到玻璃的瞬间，玻璃自动张开了口子，然后又瞬间闭合。我又进行了多次测试，我从房车里向外扔东西，但这一次它却被玻璃挡住掉了下来。我推测应该是得以某种较高速度接近玻璃时，它才会自动打开通道。不过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测试完房车新系统，我又来到了田园，观察起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前段时间种下的土豆都已经长出了幼苗。我根据网上搜的务农教程，判断田园系统里的生长速度大概是外界的3到4倍。我巡视了一圈，其余的作物情况也都类似，估计再有1个月，土豆在内的很多作物就能到收获期了。我离吃上新鲜的蔬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想到这里，我决定犒劳一下自己。我拿出平日舍不得吃的水果，西瓜、草莓、葡萄，切块以后再淋上酸奶，一道简单的水果酸奶就完成了。最近由于没有苏雨的骚扰，我也终于有时间潜下心来好好研究我的房车系统。我总觉得它还有很多我没有挖掘的功能。我准备这段时间把精力都放在开发系统上，而且现在有了进攻手段。之前我设想的房车主动升级方案也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不过就在我用天眼系统观察附近情况的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变故。极寒末日，我用来收集情报的无人机，没想到这一次它却给带来了大麻烦。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用无人机巡视房车附近，确认周围一切正常以后，我便收回了无人机。但返航的途中，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于是我调转了无人机的方向，发现正后方100米处竟然有一只异变的老鹰。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加快了无人机的速度。毕竟这是我用来收集房车附近情报的唯一手段，可千万不能损坏了。但令我奇怪的是，这只老鹰似乎并没有攻击无人机的意图，它更像是在尾随。随着无人机顺利抵达房车，异变老鹰在我房车上空盘旋了几圈，就自己飞走了。我也没放在心上。当我干完农活从田园走出来，就已经是下午了。我刚走出一空间，就感受到了房车不正常的震动。我意识到我的房车正在被什么东西进攻，那种熟悉的危机感再度从我心中升起。我立马来到车窗查看情况，竟然是异变老鹰正在撞击我的房车。我预感到大事不妙，立马跑到军火库，拿出了武器准备反击。我先是用手枪试探性的开了几枪，发现它就和异变野猪一样，防御力高的惊人，手枪毫无用处。我又尝试用了霰弹枪，可是射程太近，而且老鹰速度太快，根本无法造成伤害。最后我又掏出了机枪，想要用火力压制住它，但老鹰却精准的避开子弹。我真的束手无策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弥漫在房车之中。我和异变老鹰僵持不下，一边是速度极快的老鹰，一边是坚不可摧还带着自我修复系统的房车。我们双方都拿对面没有丝毫办法。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之前的异变老鹰并没有攻击房车，可眼前这只就仿佛是受到了指令一般，开始持续的进攻。我盯着窗外那只不断俯冲的异变老鹰，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有人在暗中操控它，并且操控者一定就在附近。我立刻放下机枪，转身跑到房车的监控室，利用天眼系统观察附近的情况。果然在500米的树后有个模糊的黑影，看来他就是暗中指挥老鹰的人。我瞬间把攻击目标从老鹰切换到了神秘人。我从武器库里拿出一把狙击步枪，开始瞄准神秘人。但是由于风水太大，加上我的枪法一般，我一连几枪都空了，都打在了树上。神秘人也瞬间反应过来，他的位置暴露了，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发起的进攻，他只能胡乱逃窜，竟然主动离开了大树这个掩体，向远处跑去。这个巨大的破绽给了我机会，我重新瞄准了他。随着一声枪响，他的脚被我射中了，他凄厉的叫声响彻了整片天空。我不会给他留任何余地，现在的他动弹不得。我又接连开了数枪，他也终于倒了下去，而失去命令的老鹰也停止了攻击，他就呆立在雪地中央。我再次用机枪扫射他，轻而易举解决了这个大麻烦。我正准备松一口气，殊不知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我正在为自己躲过一劫庆幸时，可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中炸开，神秘人可能就是传说中暗月马戏团的成员。我再次被最危险的民间组织盯上了。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我来到了神秘人的尸体旁边，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一张工作证，上面赫然写着暗月马戏团5个大字。我意识到我又招惹到了一个非常难搞的对手，我迅速返回了房车，开始从网上寻找暗月马戏团的线索。在我寻找线索的时候，突然系统声音响起了：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异变老鹰，任务奖励厨房空间。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平时我做饭只能在房车这个简易灶台，不仅空间小，而且火力也不足，很多家常菜都做不了。我迫不及待进入了一空间厨房，里面排放整齐的设备让我震惊了。通体银白的不锈钢操作台足有3米长，上面有3台大功率的燃气灶，下面是嵌入式的烤箱，就连洗碗机都给我准备好了。而旁边的台子上整整齐齐放着榨汁机、咖啡机和烤面包机，角落的架子上码着几十罐密封好的调料，从花椒八角到孜然辣椒一应俱全，这妥妥5星级饭店后厨的配置。以后我可以尝试更多料理了，我的生活质量将有质的飞跃。这场生死搏杀后的奖励好像远比我想象中要好。而另一边，暗月马戏团也收到了成员的死讯，其他人都露出了凶狠的表情，一场凶险的末日复仇又要开始了。我在网上收集着暗月马戏团的信息，这个组织远比我想象中更残暴、更难对付。他们已经彻底占领了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一方霸主。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婪且好色，只要是他们看上的，不管是物资还是女人，都会想尽办法得到。整座城市都是他们的乐园，不少城市原住民都已经撤出了这座城市，不少女性为了不成为他们的玩物，
甚至甘愿被冻死在野外。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对这个组织的咒骂。过去也有人想过要反抗，并且成立了自卫队，可是不到半天时间，数百人的队伍就被异变生物击溃了，从此也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他们了，只敢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不满。在无数的谩骂中，我终于找到了有用信息。这个组织成员的老大叫陆峰，他指挥着一头南非雄狮和美洲豹，不仅速度极快，而且破坏力极强。之前数百人的反抗队伍就是被这两只生物解决的。而副团长叫陆晨，是团长的亲弟弟，他手下是一头非洲的大象和黑熊，不仅力量惊人，防御力更是高的出奇，枪械在他们面前几乎起不了作用。剩下的团队成员也都拥有着 B 级以上的异变生物，而我先前击败的神秘人也在这个团体中有不低的地位。我看着这些信息，越想越后怕，我必须赶紧做出应对措施。就当我准备关闭网页的时候，突然一条悬赏令出现在我眼前，而上面通缉的对象竟然就是我。成功干掉神秘人后，我却被当地最大的民间组织暗月马戏团盯上了。网络上铺天盖地全是关于我的通缉令，并且因为奖励过于丰富，不少人都在网上自发组队，准备讨伐我。我的生活又开始杀机四伏。我也尝试过开车逃跑，但是不管我开到哪，隔天我的定位总会精准的更新在平台上。看来这个暗月马戏团里还有非常善于侦查和追踪的角色。我放弃了逃跑，只能每天不停的解决掉找上门的麻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1周，因为很多人在见识到我房车坚不可摧的防御和周围的高压电，都主动放弃了对我的追杀。再加上现在是极寒天气，房车附近还有很多丧尸，这些都是我的天然保护伞。来找我的麻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也终于有了片刻可以喘息的机会。我给自己简单做了一顿饭，然后又去打理了一下我田园里的作物，心里想着今晚应该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就当我打开网页准备搜索暗月马戏团动向的时候，突然手机响了，而来电的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苏雨。我接起来了电话，原以为他又是来卖惨的，没想到他却趾高气昂的放起了狠话。他让我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这次一定要新仇旧账一起算。我不耐烦的挂断了电话，但是突然我回过神，苏雨竟然有我的地址，他和暗月马戏团联手了。我前世的死敌搭配这一世最强的敌人，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里冒了出来。我一睁眼就看到自己的死敌苏雨正站在房车前，他的身后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人，看上去装备比之前更精良，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没有采取火攻。正当我奇怪他们要干什么时，苏雨发话了，他叫嚣着这次不会给我任何机会了，说着就示意开始攻击。只见他们将我房车团团围住，并从包里掏出类似于手枪的东西向我房车射击。看着那些不断向房车喷射的液体，我反应过来是浓硫酸，他们是准备完全腐蚀我的这辆房车。这样的进攻手段远比之前的闸门有效，房车外的电网已经肉眼可见的慢慢被腐蚀了。原来苏雨和暗月马戏团达成了合作，苏雨帮他们解决我，并且报酬只要我和我的房车，但相应的对方要提供装备。暗月马戏团就劫持了当地的化工厂，连夜制造了几十吨浓硫酸，目的就是彻底瓦解我的一栋堡垒。他们的进攻还并未结束，又有一批人，他们拿出了火焰枪喷向我的房车。看着房车外苏雨得意的神情，我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果断跑进武器库，拿出了机枪，随着我扣下扳机，不少人应声倒下。而房车外的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乱了阵脚。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我房车的进攻手段，就趁他们还在疑惑子弹从何而来时，我又快速射杀了2个人。看着同伙死在自己面前，那些喷硫酸的人都纷纷丢掉武器，开始逃窜。苏雨也收起了刚才的嚣张，眼神从茫然变为恐惧，他也立马转身逃跑。就在我以为胜局已定时，竟然有人发起了第2波攻势。苏雨的团体被我打得溃不成军，我还来不及庆祝胜利，真正的敌人已经发起了进攻。就当我在瞄准苏雨准备射杀他时，房车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房车。我回头看去，是一头大象正在撞击我的房车。暗月马戏团的副团长竟然也参与了这次进攻。如果任由大象继续撞下去，我的房车迟早会掀翻。于是我从武器库里拿出了大量武器，开始攻击大象。但正如网上说的那样，大象的防御力高得惊人，不管是我的高压电还是机枪，都对它造成不了伤害，甚至就连威力最大的霰弹枪也只能做到打退它，延缓它的进攻速度。坏消息还不止这一个，另一头黑熊也开始参起了进攻。我的房车被掀翻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不断尝试了各种武器，但都没有作用。我想去射杀副团长，但是我的天眼系统竟然没发现任何敌人，看来他们早有防备。他是在远处指挥着这2头异变生物。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我突然想到了对策。我跑进厨房，拿出2大罐蜂蜜，从车窗狠狠扔了出去。所幸这次它没被单向玻璃拦住，蜂蜜砸到雪地上，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黑熊果然被吸引住了，他放弃了进攻房车，转而吃起了蜂蜜。我见方法奏效，就赶紧跑到田园里收割起了草和叶子，并抛出车窗。极寒末日下，这些新鲜的叶子比黄金还要难得。青草的香气让大象停止了进攻，我暂时获救了。而我也飞速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忽然，散落在雪地上的火焰枪给了我灵感，我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面对防御力惊人的异变生物，常规的进攻手段都不奏效，我决定冒一次险，试试火攻的效果。我趁2头生物埋头进食，从房车内向他们喷洒了大量汽油，然后拿出了火焰枪向他们喷射而去。火焰瞬间覆盖了2只异变生物。果然，它们虽然物理抗性很高，又能耐严寒，但是却对高温没有办法。变异生物哀嚎了起来，发了疯似的到处乱跑，而我则持续不断的向他们喷射火焰。经过10分钟的缠斗，黑熊和大象都因为脱力倒了下去。但我知道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死掉。我拿出了我的杀手锏，威力巨大的火箭筒。之前因为他们一直在动，我没办法瞄准，但是现在他们动弹不得，正是我解决他们的最好时机。雪地上瞬间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威力之大，就连我的房车都被余波震了一下。看着地上如同焦炭
看一般的异变生物，我如释重负，但我期待的声音没有如期而至。我的房车系统奖励竟然没有发放，这说明我的危机远远没有解除。我赶紧打开我的天眼系统，发现房车周围已经空无一人。我意识到幸存的苏雨和副团长可能已经回去通风报信，暗月马戏团即将对我发起新一轮的总攻。这么多次的死里逃生，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趁着现在没人，赶紧去房车周围布置了非常多可以遥控引爆的 C4炸弹，只要敌人接近我的射程，我会立刻送他们去下地狱。我本来还想再多布置陷阱，但是我的天眼系统突然发出警报，正有人在快速靠近我的房车，他们来的比我想象中更快。末日的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暗月马戏团全员出动，他们准备和我决一死战。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他们所有人都离我房车相当远，只是让异变生物靠近我的房车，等到异变全部进入我的炸弹区，我按下了引爆键，随即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时间火光冲天，有些普通的异变生物甚至都被炸上了天。仅仅是瞬间，异变生物就几乎全军覆没，就只剩下了团长的雄狮和美洲豹。不过他们也在爆炸中严重负伤，全身都是血淋淋的伤口。我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疯狂向两头异变生物的伤口处扫射过去。虽然他们的攻击力和速度惊人，但是他们的防御力远远不及先前的大象，再加上我的炸弹削减了他们大半的体力，美洲豹率先倒了下去，而另一只狮子仿佛受到了指令，开始往房车的反方向跑去。看来是团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想保存住这最后的战力。我当然不会给他任何机会，我加快了射击的速度，暴雨一般的子弹打在了狮子身上，他开始全速向前跑去，即便前方就是他的主人，他也没有停下。看来我的攻击使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他冲入人群当中，开始疯狂撕咬见到的一切，其中就有苏雨。只见狮子灵机利爪向苏雨胸口抓去，苏雨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和他之间的仇怨终于在今天画上了句号，其他人也没有幸免遇难，几乎是全军覆没。而剩余逃跑的那些团队成员失去了异变生物的保护，再加上和城市中的人积怨已久，想必日子也不会好过。我收起了枪，那个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我放下了警戒，开始查看任务奖励。但我没想到这次将会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奖励，解决了暗月马戏团房车系统的奖励如期而至。恭喜宿主完成终极任务，击败最强民间组织暗月马戏团。任务奖励净化射线，我查看其他的功能，效果竟然是净化房车1公里内的全部异变生物和丧尸，让他们彻底摆脱变异。这也就是说，以后我的房车再也不用担心受到这类生物的攻击，并且只要我愿意，我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我被这个奖励彻底惊呆了，我接受了任务奖励，走进了我的异空间田园，里面的作物全部已经成熟，我开始采摘起来，准备犒劳下自己。我忙活了一天，桌上摆满了食物，我用自己种出来的土豆炒了一盘酸辣土豆丝，做了红烧鱼、红烧肉2道硬菜，我还炖了一锅鸡汤，就连餐后水果都准备好了。我一边吃着，一边盘算着今后的计划。虽然我没想象过成为全人类的英雄，但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我重生的意义，就像是宿命一般。而且末日极寒总可能有结束的一天，如果能消除异变的丧尸和生物，那么社会可能又能恢复正常。虽然房车很安全，但我非常怀念过去那种在阳光下自由奔跑的感觉。我最终决定一边开房车跑遍全球，一边在我的房车里苟到末日结束。就这样，我花了5年时间跑遍了全球。这期间，我的田园又培育出了许多新的蔬菜水果，厨艺也大有长进。这一天，我从睡梦中醒来，猛然看到太阳高挂天空，我激动极了，我迫不及待打开手机，国家发布了官方消息，全球气温正在慢慢升高，有专家预测说，大概3个月的时间，冰雪将彻底消融，最多半年时间，气温又将回到合适人类居住的温度，极寒末日终于要结束了。我走出了房车，抚摸着我的房车，回想着这些年经历的种种，这些年多亏有了他，带我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重生一世，我竟然真的活到了最后。极寒末日结束半年后，生活秩序开始逐渐恢复，大家都风风火火进行着家园重建的工作。我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我的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而今天就是我们拍婚纱照的日子。我们在教堂前幸福地依偎在一起，突然摄影师停下了手中的相机，向天空望去，只见天空被染成了一片血红色，气温开始诡异的飙升，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急速坠落而来，远处已经传来了人们的哀嚎声。我的另一半率先反应过来，他拉起我的手向防空洞跑去。末日危机再度降临，前方又是未知的恐惧和强敌。